乔氏集团的重担压在他肩上，他够累的了，还要操心你的人生大事。你不心疼你姐，我心疼。我是希望你姐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做不到无忧无虑，也要快快乐乐呀。乔轩，宇哥，人生大事急不来的，我还没有遇到喜欢的对象，怎么考虑？总不能将就吧？父母姐姐都操心他的人生大事，现在又多了一个准姐夫帮忙催婚，乔轩头大得很，他都还没有30岁呢。你那么多的红颜知己，总有一个适合你的吧？你可以从他们当中挑一个，不想挑的话，我帮你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介绍给你认识。乔轩说他宇哥，不是，我要说你，事实如此，你都还要你奶奶帮你挑老婆呢。我敢说你认识的年轻女性10个都没有，就还介绍给他呢。战浩宇是有个好奶奶。战浩宇笑了笑，我认识的年轻女性很多，不过了解的确不多。你要是愿意，我和你姐以后帮你留意便是。乔轩想到姐姐的冷冽，战浩宇眼里只有姐姐，真让他们帮他介绍女友，他这辈子都不用结婚了，因为没有人能达到他们的要求。算了，还是自己来吧。谢谢宇哥，我想了想，既然是让我挑老婆，还是我自己找吧。总要我喜欢的才行，你们喜欢的，我未必喜欢。我那些红颜知己，也不是没有好的，就是他们知道我红颜知己一大堆，怕是不肯和我发展成为恋人吧，觉得我花心。他真的不花心，但他又很喜欢和美女一起，他和他们只是一起玩闹，并没有付出感情的，也没有给过他们任何的承诺，更没有占过他们的便宜。可是在别人的眼里，他乔二少爷就是个花心大萝卜，实在太冤了。那你自己挑你的那些红颜知己，若是有一个适合你的，那你就和其他人断了来往，用事实证明给他看，让他知道你为了他宁愿放弃整片森林。以你的油嘴滑舌，想追妻很容易的。乔轩，我没有油嘴滑舌吧？要说油嘴滑舌，我还不如宇哥你呢。战浩宇笑嘻嘻的，我这是能说会道。你没有其他事了吧？没事就回去工作。宇哥，那段录音你千万别给我爸妈听哈，他们听了准会扒我的皮，都不知道我爸妈是怎么想的。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但他们疼你胜过我这个亲生儿子。我严重怀疑我是他们充话费送的。战浩宇笑道，只要你接手你姐的工作，给你姐休假半个月，我就删了那段录音。还有，你早点谈恋爱，找个女朋友，不用你姐为你操心，否则我还是会将录音交给乔叔的。乔轩觉得战浩宇太奸诈了，好吧，看在战浩宇是真心爱着他姐，也是真心为了他好，他大人不和小人计较了。乔轩悻悻地走出了总裁办公室，乔涵的秘书看到他出来，静静地看着他，似是有话想说，又不知道要不要开口似的。你们乔总向来不说谎话，她是个女人就是女人，不用看我了。我和你们乔总其实是龙凤胎，我才是千真万确的男人，他是女扮男装的。是真的没想到他们的乔总居然是女的，公司里也炸了窝啊，但没有人敢去问乔总。那些明里暗里爱慕着乔总的人更是崩溃不已，他们爱上了一个女人。怪不得乔总从来不接受女孩子的感情，也从来不招惹女人。原来他本红妆，他是他。战三少爷能拿下乔总，现在也能想明白了。别人怎么想，战浩宇不管。乔涵承认她是个女人，对他来说是好事。送走了乔轩后，战浩宇走到乔涵的办公桌前坐下，眼神灼灼地锁着她俊美的五官。这样看着我做什么？乔轩被你拿捏住了。阿涵，我爱惨你了。他是主动送上门让我拿捏的，谁叫他在你面前说那些话？要不是你的亲弟弟，我早就撕了他的嘴。敢挑唆你离开我，我追你容易吗？年初的时候
奶奶就将他的相片交给了他。现在都又快过年了，虽说他行动的慢了点儿，但也追了大半年了。就像他条件这么好的男人，追个女人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战浩宇都觉得追妻的不容易了。乔涵替弟弟说话，乔轩不是真心的，他其实很欣赏你，知道你听到他说的话后，可把他吓坏了。想到乔轩刚才拼命讨好他的样子，战浩宇忍不住笑，笑过后又说到他不说，我还不知道他对我那么多的意见，看来我平时对他不够好。他说的也对的，他是我唯一的小舅子。我要对他好一点，讨好他。乔涵失笑的道，你去讨好他，他会浑身不自在，更怕你憋着大招要对付他呢。不用管他说什么，知道他没有恶意就行。再说了我的事，他也左右不了。只要我爱你，连我爸妈都管不着，更不用说乔轩。战浩宇笑，乔叔和阿姨就盼着咱们早点结婚呢。阿涵，可以了吗？我让我爸妈过来向你爸妈提亲，若是有好日子，咱们年前就办婚礼。不想那么赶的话，可以年前领结婚证或者先订婚，年后再办婚礼。我二哥和二嫂也是先领了结婚证，还没有办婚礼的，要不咱们也先领证吧，看看日子合适，咱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办婚礼。不，还是单独办婚礼吧，我不想被任何人抢了咱们的风头。婚礼上要是有2对新人，战浩宇担心自己的风头会被二哥抢了，那大家的关注点也会一分为二。还是分开办婚礼好一点。乔涵，年底了，公司里也很忙，我怕是分身无数。顿了顿，他说道，我们可以年前订婚，明年再结婚。你刚才和乔轩说让他接管乔氏，我也放手让他独自打理一下公司。没问题了，我才能腾时间结个婚呢，否则他真的很难腾时间办婚礼。就婚礼过后呢，还要出门度蜜月。说实话的，乔涵很少出门旅游，他太忙了，可以借着度蜜月之机，去他想去的地方欣赏一下风景，散散心。我给你争取到了半个月的假期，这半个月里你不要插手公司的任何事，放手让乔轩去做，我带你到处走走。咱们俩还没有好好约过会呢。平时乔涵多少都有点忌讳，别人说他是同性恋，处于被动，偶尔与他外出，也都是等到晚上不带保镖，偷偷摸摸的跟他出去逛一逛，像偷情一样。没有光明正大的约过会，他们都可以谈婚论嫁了，还没有好好的约过会，始终是遗憾。乔涵想了想后说到，这周我的行程排得满满的，都是重要的事情，估计要下周才能休假。我让秘书将我下周的行程都取消，事情都交给乔轩去处理。那小子不是没用，他是懒，也是躲在我背后舒服惯了。不能再让他这样懒懒散散下去。乔涵觉得乔氏集团早晚要交给弟弟的，就算他婚后还是留在江城生活，他也不想再把持着娘家的公司，弟弟不会误会他。谁知道以后的弟媳会怎么想，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他会像父亲那样退居2线，让弟弟挑大梁。本来就是嘛，不让他挑大梁，他都不知道他有多能干。阿涵，需要我上门吗？战浩宇忽然认真地问着乔涵。我爸妈不会有意见的，只要你想我上门，我随时都可以在哪里发展，那我都可以发展起来，给你最好的生活。乔涵好笑地道，乔轩说的话你还是放在心上了，我爸妈有儿子，他们不需要女婿上门，婚后在哪里生活随便咱们，没有人会强制我们在哪里住的。当然了，我是土生土长的江城人，更习惯江城的风土人情，工作以及朋友也都在江城。若是可以，我想婚后这一切不变，每个周末我就飞管城尽一尽我当儿媳妇的责任。战浩宇的工作也是要飞来飞去的，
战氏集团的酒店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他会在江城待那么长时间，是因为他在江城，他是为了他才逗留江城大半年。我不会要求你改变你的生活，放弃你的工作和朋友的。我也可以在江城工作，我爸妈身体还硬了，再活几十年都不成问题，暂时还不用我们在身边尽孝。况且我还有弟弟呢，就是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平时各自忙着工作，周末就回去陪陪奶奶老人家吧。行。乔涵对战奶奶特别有好感。哇，战家能够如此团结友爱，都是战奶奶的功劳。她培养出来的儿孙优秀，大度，个个都是人中龙凤，能够独当一面，就算不接管家族事业，以他们的能力，也能撑起属于他们的一片蓝天。咱们都还没有结婚呢，就想着婚后的生活了。乔涵忽然觉得好笑，战浩宇嘿嘿的，可以畅想未来。阿涵，你忙，我不打扰你了，也回去干点活，多赚点钱，给你当彩礼。战浩宇就心情好得很，下周他就可以带着乔涵出门度假半个月，好好的培养感情，约会。现在他们约会，不会再遭人非议的了。那与此同时的乔家老宅，就华丽的大厅里坐满了乔家的亲戚，乔董夫妻俩也坐在一起，让佣人给大家倒来了水，备上瓜果点心。他们能关机拒绝外界的打扰，却无法将他们家的亲戚拒之门外。有些是乔氏家族本家人，就是乔董的堂叔伯们，隔了1-2代的关系较疏，但还没有出五福。哎，阿涵真的是女人。乔董的堂伯还是不愿相信乔涵是个女孩子。当年你们俩不是说生了对孪生子吗？当年乔太太怀着双胞胎，他们乔氏家族都很开心，因为鲜少会有双胞胎出生，是乔太太的娘家妈生过双胞胎。乔太太呢遗传了母亲生双胎的基因。那等到乔太太生了之后，大家都听说生的是一对孪生子。乔董说到大伯，我们没有说过生的是孪生子的话，我只告诉大家是双胞胎，反正我没有说过是孪生子。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说我老婆生的是孪生子，明明是龙凤胎嘛。我闺女入户口都是写的女宝宝，不过呢是阿涵喜欢和他弟弟一样打扮，我们想着孩子喜欢就随着他了，后来就这样了。他觉得穿男装更方便一点，我们也拿他没办法。从他懂事开始，他就不喜欢别人叫他小姐姐，他说弟弟是少爷，他也要当少爷，让家里的工人都叫他大少爷。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叫他大少爷。后来家里的工人又换了个遍，那些工人不知道阿涵是女的，看到阿涵的打扮以为是男孩子，也就一直叫他大少爷。乔董夫妻俩不是没有纠正过女儿，但女儿坚持要扮男人，还不许他们对外说她是女儿。夫妻俩想着闺女国色天香，风华绝代的扮男人，的确是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就不再纠正然后闺女扮男人，一扮就是20几年，直到爱上了战浩宇，闺女才有了恢复女人身份的想法。没见过这么佛系的父母，女儿想做什么都支持，生生骗了他们20几年。认真的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貌似乔董夫妻俩是没有说过他们生的是孪生子，都是大家说的，他们只是不承认也不否认而已。阿涵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啊？那对你们大家也没有什么影响吧？乔氏集团是我的，阿涵也是我的女儿，我女儿比儿子有出息，乔氏集团交给阿涵，我也放心了。在我们乔氏集团上班的，继续上着你们的班，不会缺你们的工资。阿涵是男是女真的没什么影响，乔董不觉得夫妻俩或者女儿需要大张旗鼓的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女扮男装？看在都是亲戚的份上，
乔董才会说了那么多。他也觉得乔涵是男是女，与亲戚们无关，又不吃他们家的大米，不花他们家的钱，他就喜欢将闺女当成儿子来养。怎么的？我们也不是说有什么影响，就是阿涵是个女孩子，我们也能松口气，敢出门见见人了。之前说他和战家三少爷是同性恋，你们夫妻俩觉得无所谓，我们出个门总要被人问东问西的，家里的男孩有喜欢的人了，人家还要查来查去，问是不是同性恋。乔董的唐伯说道，他不是来质问什么的，就是确定一下。乔涵是女孩子就女孩子呗，用唐植的话说，那是唐植家里的事，与外人无关，只要乔涵不是同性恋就行。乔董倒是没想到闺女之前和战浩宇被传同性恋会影响道族里的其他人，唐伯从来没有来跟他说过，可能是夫妻俩的态度早就传出去了吧。他们说过尊重孩子的所有决定，族里的人也清楚夫妻俩是不怎么管孩子的，真的能做到尊重孩子们的决定及选择，就算乔涵真的是同性恋，他们依旧会选择尊重孩子的选择，可能就是这样吧。唐伯没有来找他说过这件事。阿涵既然不是同性恋，他和战家三少爷在一起，那就名正言顺了。看以后谁还敢在我面前说我的侄孙是同性恋的。乔董的堂叔也附和着大哥的话，过去对不起大家了，连累了我们家族的年轻小伙子们。乔董歉意的道，咱们家的小伙子又不愁娶老婆，他们要是怀疑来怀疑去，换一个呗，相亲的吗？像一个不成就换一个接着像也没问题，只要咱们家族的孩子都是正常的。以后阿涵出嫁，婚礼一定要大办，办得轰轰烈烈的，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家阿涵是正常的。就是大家七嘴八舌的附和着。乔太太笑道，浩宇是很心急结婚的，就是我们家阿涵还有点犹豫，现在估计他想清楚了吧。他没有想清楚就不会穿着女装出席宴会，我想明年初应该能办婚礼吧。其实他们当父母的也着急，只是闺女不急，他们着急也没用。他们与战浩宇的父母也通过无数次电话，私底下也见过好几次面，讨论过婚礼事宜。这些事情并没有让两个小年轻知道。总之，两家的长辈都做好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了。管家这个时候走了进来，他走到乔太太的身边，轻声说道，太太，田太太和田小姐来了。田太太和乔太太熟识，田太太的女儿曾经也爱慕过乔涵，她数次向乔太太提及两家结亲的事。乔太太深知自己的是女儿，没有答应田太太，只是告诉田太太，她左右不了儿子的人生大事。现在田太太找过来，大概也是来求证乔涵到底是男是女的吧。乔太太默了默后，吩咐管家，你出去告诉田太太，我现在待客，不方便接待她，请她先回去，她想问的事。也不用问了，阿涵不会开玩笑。现在坐在大厅里的人，若不是乔家的亲戚，他也懒得接待的。自家闺女为了方便，女扮男装是她的自由，没必要向全世界解释。现在闺女已经告诉了大家，她就是个女孩子，这些人还不死心啊？那非要跑来找他夫妻俩问个清楚明白。是还奢望着嫁给阿涵吗？乔太太也是无奈至极啊。管家应声后赶紧出去回复田太太。田太太母女俩在别墅门口等着。田小姐对母亲说道，妈，我早就放弃了乔少的，你带着我过来问啥呀？感觉给人错觉我还不死心似的。他是爱慕了乔涵一段时间，但在战浩宇公开追求乔涵后，他和其他爱慕者舌战战浩宇输了之后，他就死了心。本来情敌就多，还添一个战浩宇，他觉得自己没有胜算的机会，早点死心，早点换个喜欢的对象。
现在他已经有了新的对象，这母亲却要带他过来打探消息。田小姐承认自己震惊过，只是现在与他无关了呀。八卦新闻，听听有什么？咱们能问个清楚，跟别人说起来更有说服力。田小姐一脸黑线，妈是为了打听消息，好传八卦的吗？别说了，管家出来了。田太太小声地对女儿说了一声，很多过来打听消息的，不都是为了八卦？管家很快走出来，他歉意地对田太太母女俩转达了乔太太的意思。那样很快管家便回别墅去了，估计来的人还不少。看乔家的露天停车场都停满了车。好吧，咱们进不去了，闺女，我们回去了。乔家大少奶奶的位置呢？谁也没有希望了，妈的心里也好过点吧。闺女，你对乔二少爷有兴趣吧？乔轩想来是货真价实的男人吧？妈，我有喜欢的人了。田小姐转身走向自己的车子，懒得和母亲再在这里八卦别人家的事。乔轩就是个花心大萝卜，他才不要呢。哎，乔轩，他什么时候成了花心大萝卜了？凤家大宅院子里，凤家的3位少奶奶坐在秋千椅上聊着天，看他们脸上都有笑，就知道他们心情很好，成功的将凤若赶出了凤家大宅，报复了凤若。婆婆心里应该有答案的，但并没有对他们怎么样。3位少奶奶认为他们度过了危机，可能是他们3人都有份。婆婆觉得法不责众吧，所以饶了他们。大少奶奶，一名佣人拿着一只信封走过来，大少奶奶看向佣人，等佣人进前了，她问什么事。佣人将那只信封递给大少奶奶，说道：大少奶奶，这是你的信。我的信。凤大少奶奶狐疑地接过了信封，信封还挺大的，里面不知道塞了什么，也鼓鼓的。她捏了捏，感觉信封里面装着的是相片。谁送来的？别墅区的保安送过来的，说有人送到保安室那里，拜托保安将这封信送到大少奶奶手里。凤大少奶奶哦了一声，示意佣人可以退下了。然后她拆开了信封，信封里面装的还真是相片。她拿出那些相片一看，脸色就变了。2少奶奶和3少奶奶也凑过来看，看到的是凤若。凤若身在一处小庭院里，依旧衣着光鲜，悠闲地在院子里散步，也有她坐在院子里的秋千架上荡秋千的。2少奶奶和3少奶奶都觉得这处小庭院啊有点眼熟。凤大少奶奶的脸色黑黑的，凤若身处的那处小庭院，她熟的不能再熟了，是她嫁给郑一帆的时候，婆婆为她夫妻俩准备的婚房，房产证上写着夫妻俩的名字。婚后夫妻俩住在凤家大宅，那处小别墅偶尔也会过去住上一段时间，主要是用来度假啊。凤若会出现在她的婚房里，不用问也知道是郑一帆安排的。大嫂，这些相片谁送来的呀？2少奶奶颇为同情地看着大嫂，心里想着她家那位弱势敢收留凤若，看她不撕了她。想到丈夫兄弟3人对凤若一直疼爱有加，这一次是大伯哥收留凤若，下一次说不定会轮到他家那位或者老3家。2少奶奶坐不住了啊！刚嫁过来时看到丈夫对小姑子那般宠爱，她心里就不太得劲，觉得小姑子长大成人了，还那么黏哥哥们，没有边界感，不好。但知道婆家是女人当家，小姑子会是以后的当家人，他们这些当嫂嫂的都还要讨好小姑子呢，那她也不好说什么了。后来知道凤若不是他们亲的小姑子，但看到公婆对凤若还是和以前一样疼爱，对凤晴这个亲生女儿反而冷淡得很。婆婆还经常骂凤晴，她便想着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凤晴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姑娘，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以后能不能上位都还是未知数呢。那看了2年，2少奶奶现在才算看明白，
那下一任家主非凤晴莫属的了。不管凤晴在哪里长大的，有多大本事，她是凤家亲生女儿，这是不争的事实。凤家家主之位不可能交给凤若这个假千金的。如今凤若和养父出了那么一出事，惹怒了家主，被赶出了凤家，还是他们的手笔。二少奶奶就不喜欢看到丈夫在护着凤若。想到这里，二少奶奶立即向大嫂提议：“大嫂，走，我们陪你过去，将那个贱人赶出去。那可是妈买给你们的婚房，怎么能让那个贱人住进去？妈也说过的，凤若已经不是我们凤家的二小姐，她本来也不姓凤，不是凤家的人了。妈给她的东西，除了那几身衣服，其他东西都收了回来。大哥还敢收留凤若，如同金屋藏娇一般。若是让妈知道了，妈会怎么想？再说了，凤若不是咱们的亲小姑子，跟咱们的男人没有半点血缘关系。那个贱人连自己的养父都，如今她一无所有了，谁知道她会不会打她三个哥哥的主意？凤若的颜值还是很高的，身材也好，主要是凤家三位少爷都有过出轨的风流史，他们好不容易在亲小姑子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保住了正室的颜面。可得防着凤若那个贱人，不用弟媳提议，凤大少奶奶也不会让丈夫继续收留凤若的。凤若如今是凤家的忌讳，就少与她扯上关系。这些相片会是谁寄给大嫂的呀？凤三少奶奶猜测着啊。凤大少奶奶虽然气得发疯，却没有失去理智。她沉吟了片刻后说道：“感觉我们被人盯上了，会是谁？”三少奶奶想了想，试探地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会是刚来的那位吗？海玲。这件事是海玲做的，她要的就是凤家乱。”凤大少奶奶将那些相片塞回信封里，想了想后又拿出来，然后拿出手机拍下了那些相片，将相片发给了凤晴，再发了条语音信息给凤晴阿晴：“我收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面装着这些相片，是你拍到的吗？”就他心里也猜到可能是海玲，不过还是问一问小姑子，等于是将这件事告诉了小姑子。毕竟以后凤家要交给小姑子的，他们家男人没什么希望的了，但他们的儿女还要生活，还要仰仗着小姑子的关照。以后若是小姑子没有生有女儿，可以从侄女当中挑选，他们的女儿便有希望。凤大少奶奶的女儿今年9月份刚上初中，就读江城最好的私立中学，封闭式的，哪怕离家很近，也需要住校，半个月放2天假，平时都是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那孩子长得和凤晴有几分相似，凤晴对那个大侄女就挺喜欢的。凤晴很快回复了大嫂：“大嫂，不是我拍的，我都不知道凤若现在哪里，她没有来找我，我也暂时没有时间去关注她。这是哪里呢？凤家出了事儿，乱得很。”凤晴这个少主自然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她说的话，凤大少奶奶选择了相信。是我当初嫁给你大哥时，妈买给我们当婚房的，平时只有孩子们放假了，我们才去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现在你大哥收留了凤若，让凤若住进去了，不是凤晴拍到的。那就是海玲了。但海玲刚来江城不久，就算她背后有几大世家大族，那几大世家大族都在管城，手伸的再长也管不了那么多，是吧？海玲初来乍到，怕是连江城的地儿都还没有摸熟。真的会是海玲吗？会不会是战三少呀？这凤大少奶奶更偏向战浩宇，战浩宇完全有这个能力，而且战浩宇在江城待的时间长，对于凤家的资产也摸得清清楚楚的。战家是站在海玲那一边的，巴不得他们凤家出事，战浩宇就有这个动机。凤晴没有帮大嫂分析，她只是发了语音信息过来，对大嫂说到妈现在还在生气，
妈说过不想再看到凤若，不想让凤若再与凤家扯上关系。大哥还收留她，安排她住进你们的婚房里，那就是跟妈作对。妈说下周她就要回公司了，到时候妈知道了，少不得一顿气。大嫂，你赶紧处理好这件事，别让她拖了大哥的后腿。出了那事，妈的脾气比以前差得多。大哥这是往妈的枪口撞呀。凤大少奶奶连忙回复小姑子，我知道，我不会让你大哥继续收留着那贱人的，我现在就带着你二嫂和三嫂过去收拾他。凤晴再发了条语音信息过来，大嫂，记得告诉他，他爱慕多年的乔少其实是个女人。凤大少奶奶，阿晴，那是真的吗？不是说乔少是为了占三少爷男扮女装？凤晴笑了笑，说道，你们都不了解乔少，他若真是男人，绝对不会男扮女装。让凤若死了那条心吧。他没有再回复大嫂。凤若在他回归凤家后还跳得那么厉害，现在看他还怎么跳。有3个嫂子咬住凤若，凤若除非出去找其他老总包养，否则他只能回原生家庭，跟他的亲妈一起生活。以凤若的娇生惯养，他不可能回去的。3个嫂嫂做的事，凤晴都知道，他睁只眼闭只眼，看着他们折腾，反正他也能得到好处。这个家总有被清算的一天。先是自家人清算自家人吧。凤大少奶奶对2个妯娌说道，走，跟我去找那个贱人算账。他有什么资格住在我的婚房里？那是婆婆给他夫妻俩准备的婚房呢，房产证上也有她的名字。丈夫未经她的同意就接凤若过去住，明知道婆婆吩咐下来，不许他们帮扶凤若的。凤若已经不是凤家的人。凤大少奶奶的婚房距离凤家大宅不算很远，开车也就10分钟左右便到了。凤家主在3个儿子结婚时都给他们准备了婚房的，婚房都离凤家大宅不算远，方便儿子们能时常回来看。只是郑一帆兄弟3人婚后依旧留在凤家大宅住着，婚房当成了度假使用的房子。很快啊，凤大少奶奶的车子便停在了小别墅的门口。她按响了车喇叭，她记得丈夫请了一对夫妻住在这里，帮忙看管打理着这栋小别墅的。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出来。谁呀？大少奶奶来了。出来开门的大妈看清楚车上的人是凤大少奶奶，表情立即变得热情起来，赶紧打开了别墅的大门。让那大少奶奶开车进去。凤大少奶奶停好车后，她下车便问那位大妈，阿姨，凤若是不是住在这里？大妈愣了一下后，随即老实的点头，二小姐是住在这里。大少爷说，二小姐因为和大小姐关系不好，吵架了，家主偏向了大小姐，二小姐心情抑郁，所以住在这里远离大小姐，可以疏解心中的郁闷。凤若和郑华的事知道的人只敢在私底下说说，没有人敢拿到明面上说，故而外面的人很多都不知道。郑一帆便编了个谎言，就让凤若安心住在这里。凤大少奶奶还没有说话，她的2个妯娌就在冷笑了。二少奶奶说道，大哥怎么能颠倒黑白？阿晴可没有和那个贱人吵架，明明是她做了对不起妈的事，被妈赶出了凤家大宅。妈说了，从那天晚上开始，她不再是凤家的二小姐。阿姨，你可别再称呼她二小姐，让妈听到了有你好受的。大妈被吓了一跳，她紧张的道，二少奶奶，我不知道她犯了错，大少爷带她回来的，让我好好的照顾她，怪不得她跟着大少爷回来的时候很狼狈。大少爷还吩咐我不要往外说。凤若住进来后就没有出过门，顶多在院子里走一走，她没脸出门。虽说她和郑华的那点事没有传遍江城，
可他总觉得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听到有人小声议论什么，就他都觉得别人是在说他的事，让他又气又恨又怕。曾经高高在上的凤家少主，如今成了丧家之犬，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驱赶辱骂。他呢？凤大少奶奶冷冷地问着，在后院的秋千架上坐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已经坐了很长时间。大妈说完，这凤家的3位少奶奶就气势汹汹地往后院走去。大妈不知道要不要通知大少爷啊，她想了想后，赶紧进屋去告诉丈夫。丈夫觉得还是要通知一下大少爷，于是夫妻俩打电话给郑一帆，告诉他大少爷。大少奶奶带着另外2位少奶奶过来了，一来呢就问起二小姐是否住在这里，现在他们去后院找二小姐了，不知道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来。大少爷，你快回来吧。闻言，郑一帆蹙着眉，他怎么知道的？我立即回去啊。妻子对凤若恨得要命，早就没有了往日的姑嫂感情，他要是不回去，凤若会被妻子打死的。郑一帆不仅自己赶回来，还叫上了2个弟弟，2个弟媳也在呢。那在大妈打电话给郑一帆后呢，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凤若的嚎哭以及谩骂，谩骂声还夹着几位少奶奶的。夫妻俩啊对视一眼后，连忙出去看，可能是那姑嫂4人闹的动静有点大吧。左邻右舍听到了哭骂声，都探出头来看，看不到什么的，还走出屋外，走到郑一帆家门口看。八卦之心，人皆有之吗？凤若在嚣张，对上3个都对她怨气满满的嫂子，压根儿不是对手，被3个嫂子连拉带拖的，从后院一路拖到前院来。大嫂甚至是抓着她的头发拖着她走的，哎，痛死她了。就那2个嫂子还时不时往她身上掐。左邻右舍看得津津有味的，开始以为凤家大少奶奶是来捉奸的，将凤若当成了小三。等到3位少奶奶拖着凤若出来，扔出了别墅，扔到别墅门口，大家看到了脸青鼻子肿、披头散发、狼狈万分的凤若正面时，个个眼里都有着错愕。凤家的3位少奶奶和凤若这位假千金关系不是很好的吗？发生了什么事啊？哎，让姑嫂4人关系破裂啊！贱人，我的婚房也是你能住的，别住脏了我的房子，滚！大家好好看看这个贱人，勾引他养兄，让他养兄金屋藏娇，这种贱人大家可得远离。看好自己家的男人，别被这个贱人勾了去啊！他下贱无耻，连自己的养兄都勾引。凤若和他的养兄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啊！哦，怪不得凤大少奶奶那么生气啊！原来还真的是捉奸戏码呀！我没有勾引我大哥，他是我哥。凤若愤怒地辩解，大哥是心疼他，把他接回来安置在这里而已。他们之间清清白白的，不能因为他和郑华那啥了，就认为他不要脸，他是被害的，被算计的呀。